近段时间来，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中方周二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对于立陶宛外交部和欧盟方面回应称，对中方举动表示所谓遗憾，还辩称设立以台湾为名义的代表处并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不容歪曲。对于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却公然同台湾当局搞官方往来，甚至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行径，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华春莹指出，中立建交以来，中方始终尊重立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未做过有损立国家利益的事情。立方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有权也应当做出正当合理的反应。我们再次敦促立方不要误判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切实履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言人马斯拉里周二表示，欧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政府，但同时欧盟也有兴趣与台湾进一步深化关系，因此欧盟在台北设有欧洲经贸办事处。马斯拉里竟称，欧盟不认为在台湾或是台湾前来欧洲设处违反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马斯拉里还表示，虽然基本上这是中国和立陶宛的双边问题，但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也将不可避免会影响欧中整体关系。欧盟将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没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的政治性的交往，都视作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欧盟表示要坚持一个中国，又设立以台湾名义的代表处，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使得他的一个中国政策显得虚伪和做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周二也针对事件回应表示，美国与立陶宛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在台协会还发布声明说，美国始终致力于以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湾。反华媒体《美国之音》则在其报道中引用多位台湾学者的观点，直言 AIT 的声明显示，立陶宛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背后可能有美国的默许甚至支持。不过，立陶宛过去与台湾的连结也不大，但是此次跟着美国打台湾牌，对抗中国大陆，立陶宛的盘算或许想从台湾或是美国方面收回更大利益。作为欧洲小国，立陶宛在军事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近年来看，中国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一直比较平稳，但立陶宛这一届新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分析认为，近几年来整个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在目前中美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想通过影响波罗的海国家来影响欧盟，同时波罗的海国家也被美国当作对抗中俄的前沿阵地。而立陶宛试图和中国制造一些矛盾和事端，想以此来向美国示好，同时提升自身在美战略中的地位，促使美国重视其需求。在俄罗斯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边上，280万人的一个小小的国家能够得以生存，那无非就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有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态度和所谓的极端的姿态。但是我相信他会后悔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新任处长孙小雅上任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周二接见他，这是两人第二次会晤。孙小雅妄言要美国在既有基础上持续深化所谓台美伙伴关系。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日前也公开表示，未来维持台海核阻力仍会是美国的重点工作。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应询表示，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根源是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如果台独胆敢挑衅、铤而走险，我们有权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编织种种借口向台出售武器，企图维持所谓台海核阻力，只会给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更大威胁，给两岸人民利益福祉带来更大危害。我们坚决反对美方打台湾牌，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蔡英文日前还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杂志采访，相关内容周二曝光。
蔡英文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台湾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也不在未来的选项中。对于目前紧张的台海局势，蔡英文还甩锅给大陆，妄言大陆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因素，指责大陆持续扩张军事等。对于蔡英文此次接受日媒采访，散布台独言论，渲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应询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正告民进党当局，妄想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打错算盘，注定失败。蔡英文在采访中还扬言要摆脱对中国大陆生产的制品、零件、软件等高度依赖之现状，让贸易与投资能更多元的发展。台湾联合新闻网分析称，这次蔡英文接受日媒采访，一方面是在岛内疫情稳定后回过头来对国际发声，同时也是观察到美国下半年把外交重点放在亚太，预先设定议题。另外，他还谈到台积电的国际投资。目前，拜登政府正计划有意减少对台湾芯片的依赖，日本与德国也对台湾施压，要求分散生产。他们认为这将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带来致命打击。未来不仅生产量能会逐步往岛外迁移，甚至总部是否设在台湾都有疑问，将使台湾经济面临掏空危机。两岸的经济是经过40多年来。两岸的民众、两岸的投资者、两岸的学者、两岸的商业人士精心努力、长期发展的一种结果。如果要和中国大陆经济脱钩，使得过去几十年以来台商在中国大陆全部泡汤、全部结束、离开中国大陆，这可能做得到吗？这绝对做不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因立陶宛踩踏一个中国的底线，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召回驻华大使。您有什么样的观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海问题变得越来越热，尤其是美国不断打台湾牌，台湾已经被棋子化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立陶宛这个波罗的海国家也打起了台湾牌，将台湾变成了一颗棋子。但是岛内还是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兴奋，好像得到了什么好处。其实台湾蔡英文当局应该反思，为什么立陶宛也在打台湾牌。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也就立陶宛的行为做过分析。立陶宛之所以在一个中国问题上采取了踩踏红线的行动，除了立陶宛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波罗的海小国一直在冷战的阴影之下。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立陶宛将中国想象成了冷战时期的苏联。对于中美两大国，立陶宛采取了选边的策略，为了拉住美国以反俄，立陶宛打起了台湾牌，以讨好美国。面对中国召回大使这样严厉的外交反制，还有立陶宛的官员认为，相比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中国的反应还是比较温和的。不能不说，这是冷战思维上脑。对于立陶宛的冒进行为，也有些人试图挽回。立陶宛外交部门就声称说，将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一样，与台湾发展互利关系。其实，在这句话中，我们能够看到，立陶宛一是自我辩解，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又将欧盟和欧洲其他国家拉到一边，扯虎皮当大旗，让欧盟为自己壮胆。对于立陶宛越来越明显的反华的意图和行动，我们当然要有反制，但是更需要警惕的是台湾问题棋子化的动向和风险。不仅美日将台湾视为棋子，蔡英文当局也是如此，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作为台湾纳投名状的资本。美国和日本对台政策的意图是非常的明确，就是将台湾拉入到遏制中国大陆的印太战略框架体系之中，不仅将台湾作为军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也将台湾作为美日构建的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对于这样的动向，我们需要高度的关注，审慎而有力的应对。好的，谢谢孙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